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老年人如果缺钙，就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。据统计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 40%， 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更高，约为 49%， 男性略低，约为 23%。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的危害呢？因为缺钙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，骨质疏松后，老人可能就会出现腰背疼痛、驼背、脊椎变弯、腹胀、便秘等等的不适。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，骨质疏松后，骨头的脆性就会增加，那么就容易骨折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总能遇到老人摔了一下、磕了一下就发生了骨折，往往恢复较慢。最主要的是老年人的骨折后容易并发血栓感染等的疾病。骨折本身可能没有致命，但是一旦的感染或者是发生血栓，往往就是致命性的结果。钙到底是该怎么补才对？很多人一直在补，但却还是缺，主要还是陷入了误区，用错了方法了。有很多的老年人觉得喝骨头汤补钙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骨头中的骨质很难的溶解，不管炖多久的时间，熬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脂肪，还会引起高血压。其实有一个食物大家都把它忽略了，它才是最便宜的补钙之王，它就是紫菜。补钙互补。紫菜的镁元素是骨骼中的重要成分，能够帮助骨质的吸收和利用，所以大家在补钙的同时，一定要注意镁的摄取。紫菜中含有的镁和钙都是很丰富的，还有镁元素宝库的美称。生活中多吃紫菜，就可以同时的补充镁元素和钙元素，达到强健骨骼、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。营养价值、蛋白质含量都超过了海带，并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和核黄素。其蛋白质、铁、磷、钙、核黄素、胡萝卜素等含量居各种蔬菜之冠，故紫菜又有营养宝库的美称。属于藻类，在海洋里面生长，它的矿物质相对来说是非常丰富的，还有它氨基酸的含量比一般的食物含量都高很多的。只需要每天摄入50克的紫菜，慢慢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坚固。紫菜最佳的使用方式就是做成汤，在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，不妨可以加入少许的虾皮，进行营养的均衡搭配。因为虾皮也含有大量的钙离子和蛋白质，用虾皮来搭配紫菜，这样做出来的汤不仅含有钾、镁、磷等的矿物质，还含有丰富的钙离子，这都是互补非常重要的元素。紫菜算是比较便宜又能很好补钙之王了。其实生活中很多我们日常经常吃的食物，补钙效果也很棒。补钙食物。鸡蛋。鸡蛋营养丰富，是优质的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，而且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，鸡蛋全部含有，同时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，能够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。鸡蛋中所含有的钙虽然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它胜在营养全面。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鸡蛋的制作方式是比较简单快捷的，无论是煎还是水煮，都能够补充钙物质。鸡蛋比较容易消化吸收，所以每天补充鸡蛋也是让你骨骼更加健康的有效方法之一。豆干。豆干在豆制品中含钙量是最高的，其蛋白质、铁、锌等的矿物质含量也是很丰富，是补钙的能手。经过压制浓缩而成的豆腐干，钙的含量可高达水豆腐的7倍。用豆腐干来替代肉炒菜，钙含量也会大幅的提高。吃半两的豆腐干就能够摄入150毫克以上的钙。萝卜缨。其实很多蔬菜的补钙效果也是不错的，例如我们常见的菠菜和小白菜，而蔬菜中的补钙冠军是萝卜缨。每100克的萝卜缨中所含的钙质为350毫克，这个数值远远的超过了牛奶。
只是生活中很多人不太喜欢萝卜缨的味道，在买萝卜的时候直接的将其扔掉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蔬菜中的钙也是比较丰富的，而且其中还含有其他多种的维生素，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。4. 黑木耳。木耳是一种家常的食用菌，它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钙质成分也是蔬菜中比较丰富的一种。很多的绿叶蔬菜中都含有大量的草酸，比如菠菜、苋菜等，而木耳并不含有草酸，所以并不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。5. 榛子。榛仁在各种坚果中含钙量最高，每100克炒榛子的钙含量高达815毫克，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的钙需求量，但坚果类热量普遍偏高，每天1小把即可。同时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合理的饮食，因为也有一些食物会影响到补充的效果，比如吃太咸的食物。对于不少的老年人来说，口味都是比较重，但是若一边补一边吃太多的高钠食物，可能就起不到很好的效果。补钙最好的方法其实是食补，但是若通过这种补充的方法不能满足身体所需，那么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药补的，但一定要注意合理补够就可以了，不是多多益善。相反，盲目的补太多，效果反而不好，还可能会增加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，得不偿失。一般来说，成年人每天摄入800毫克比较合适，但是老年人的吸收能力下降，还会流失，建议摄入1000毫克的量，若达标自然最好，若不足或者是过量了，其实都不好。此外，适当的运动，晒晒太阳也能促进钙吸收。钙是人体重要的元素，可以促进骨骼发育强壮，使牙齿坚固。骨骼作为人体的基础和支撑，骨骼中的钙元素也会逐渐的流失，从而出现各种的骨骼类的疾病。骨密度的降低是必然的事情，但是不能放任。骨骼的健康程度与老年生活的舒适度是相关联的，所以尽早的关注骨骼的健康，也就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。从而吃钙对于健康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对于老年群体来说，容易陷入误区。在补充上更要注意科学合理的了解缺钙的危害，及时合理的补充，不仅老得更慢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身体更好，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